就赶上这个2年前那会儿，正好是我跟上一任刚分手，他那会儿就老陪着我，一来二去的情感就发生了变化，自然而然的就走到了一起。那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俩其实也有过甜蜜的时光，但是时间长了也会走上爱情的轮回吧，就是问题越来越多，到现在就是他的幼稚就越来会越明显，矛盾点就会越来的越多，就是我觉得无所谓的事儿，就是在他那里就不行了。你说我不成熟，我哪里不成熟啊？他就真的就是好多的幼稚行为。不是23岁的男生，他就是幼稚啊。你必须接受啊。那时候做朋友的时候就不觉得那叫幼稚。那当然了，那朋友你看的角度都不一样啊。说吧，怎么不成熟？去年吧，国庆提前我就跟他说了，我说趁着这个11放假时间长，咱俩出去玩一下。他呢是干那个网约车司机的，然后他说那个11这段时间。对，他是想挣点钱，然后他就说11这段时间他想那个多跑会儿活，多挣点钱也没有毛病，我也能理解。然后我就跟我朋友就去北京玩去了，结果他中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在北京了，他就开始不乐意了，疯狂给我打电话，各种喊我回来，就不想让我玩。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，我们2个人定好了行程，说都不说，你直接就去北京了，拿我当什么？因为当时我真的是觉得他在忙，我没有必要事无巨细的就去跟他汇报这些东西，我就该玩，我该吃该喝，等他忙完了，我寻思我俩再去别地儿玩也是一样的，我真的不觉得有什么问题，但他这里就过不去了，就怎么都过不去。等我回来以后，第2天非得说他活也不干了，让我跟他再走一遍同样的行程，然后我俩第2天又跑到北京。你说要早知道这样子的话，我何必跟朋友前一天去呢？你要是早说这个钱不挣了，咱俩就去。你要就想挣这份钱，那咱俩也可以之后去干别的事情，没有必要同一个事情做2遍，还有我同样的2天得做2遍。他一点都不顾及我的感受，我就是觉得我们定好的行程，为什么他说走就走？我能理解你，我也能 get 到你那个点，没问题。您再接着说。更可笑的就是我过生日，上午的时候我朋友跟我定的，说哎今天是你生日，我们几个姐妹跟你一起庆祝一下，安排了饭局，安排了歌厅，就是大家一起玩一条龙。他下午才给我打电话说让我要早点回家，因为你过了12点的生日，那还是生日吗？结果当天他真的是过了12点以后才回的家。我当天上午我布置了一上午，在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，所以我就觉得他不在乎我。他总说的是我不在乎他，但是你说我的行程已经安排在那儿，生日谁都知道我是那一天的生日，我跟姐妹已经约完了，我不能再临时告诉他们别来了。所以我的问题是，为什么不带他一起去？我告诉他了，我不想去，我觉得他自己不想去，我不想去，我觉得我不想混在他那堆朋友里边。他说了，这个过生日就是亲人一起过，难道我是他朋友吗？我觉得过生日这种事情应该是家人一起过才对。行，我能理解你，我也能理解到你。来，咱接着说。之后他就几天没理我，我就觉得他可能是忙，我也没多想。3、4天不理我了，突然出现了。出现的时候呢，刚开始还抱了一捧玫瑰花搁那等我。我跟我姐妹呢正好玩完回来，在楼底下撞见。刚开始的我还挺开心的，我姐妹还说：“哎呀，他还给你这么大的浪漫。”结果突然之间，当着我姐妹面摔花而走。我完全不明白。我当时真的很生气，我觉得我自己难受这么多天，然后他的朋友圈里天天都是那种跟他自己小姐妹有说有笑。我那天捧着玫瑰花去的时候，他还是有说有笑的，我就完全不能理解。不是为什么不能有说有笑呢？你捧着玫瑰花去，你希望看到的场景是什么？你再告诉我。我希望他能反思到他自己的问题，而不是说当没事似的，就是痛哭流涕，说我错了。也不是，就是觉得他可以重视这个事儿，结果他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。重视啥事儿呢？就是我跟他生气的这个事儿。生气不就生气，生活不就过了就过了吗？还能怎么着？你不也过了吗？拿着玫瑰花去了，你那么傻，钱不是白花了吗？他就是这样。行，他那个我也理解到了，你这个我也理解到了。你接着往下说。这些还只是说一些态度上的事儿，后来就开始用实际行动去宣示他的主权，从各个方面让我展示，我就跟他是恋人的这件事儿。又是给我买那个手机壳情侣头像的，然后又是让我换那个什么情侣微信头像，然后还要弄他那个名字的那个单拼音字母的那个手机壳怎么了？那个手机壳挺漂亮的，但是你用了没几天就拽了。但那个手机壳真的很丑，他选了一张他自认为好看的那个照片贴在我们那个手机壳后头，我真的很不喜欢，所以我就给换了。不用吧，你的项链也不戴，项链总该戴了吧？就真的每次他就这样，我特别无语，特别无奈。那女孩子会根据不同的衣服换不同的首饰，不很正常吗？谁常年就一个首饰戴到？他的想法我能理解，你的想法我也能理解。
您接着再往下说。微信头像就更可笑了，我都告诉他了，我说我微信头像不方便换，因为我是自己开美业的嘛，美甲店的。因为好多的客户他就是这样，他因为美业的名字比较相像，店铺名比较雷同，可能靠头像去识别你这个店铺。我就是因为换了头像了，没2天我真的就有客户跟我说，因为找不到我的头像，去了别的美甲店去做美甲。你说这无形中我损失了多少的这个客户？头像工作的原因我可以理解，但是他也得置顶吧。他连置顶都不置顶，就是觉得他不在乎我。他就是事无巨细，他觉得我不在乎他，置不置顶呢？这玩意儿不就我自己看吗？谁看呀？反正就有一次我在我姐家玩，我就看见我姐的手机响了，我一看是她发了，然后我就顺着看下去，结果我就发现我姐的朋友圈的内容跟我的朋友圈的内容不一样。她在我这儿就是她跟我这些点点滴滴，但是呢，在我姐的手机里边，就是她和她其他的小姐妹一起去吃吃喝喝，对我进行了分组，我不能接受。这不更正常的一件事了吗？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分组，对生活中的人展现自己生活中的状态，跟客户展示一些就是专业上的东西，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。而且我也是对我自己的一种隐私保护，他就不行，就不依不饶的闹。你说的我理解了，他说的我也理解了，你们再接着往下说。最要命的是，我前段时间跟朋友出去逛个街，他也要闹。那是你朋友吗？那明明就是他前男友跟我在一起了，还要和他的前男友藕断丝连，这正常吗？我根本就没有藕断丝连，我都跟我前男友都分手多少年了，我都跟你在一起都快2年了，我们俩没有什么，人家就是让我给帮个忙，我希望这个人在你的朋友圈里边消失好吗？帮什么忙啊？就是我认识他跟他现任，他就说我比较了解他现任的一些喜好，一个女性的角度，就是帮忙前男友啊，那还是他的前男友现任嘛啊，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不至于分手之后就要成为仇人或者陌生人吧，啊，至少你也得要划清界限吧。然后呢，就是前男友找你干嘛？就是给他的现任买一个礼物而已。然后他说以我一个女性的角度帮忙挑，因为他是个大直男，他不太会挑，真的是没有什么，都分手多少年的事儿了，他就这种小肚鸡肠，所以我不敢告诉他，所以我才说我跟朋友在逛街，告完他就会是现在这个样子。行，我特别能理解他，我也特别能理解你，你再往下说。最让我不能接受的，影响我生活、影响我朋友都没事儿，因为毕竟都是自己人，没有到影响到我的工作上，没有影响到外头，因为我的下面是买卖了，是吧？对，因为我的工作不光是只有美业的一个工作，就是我还有其他的工作，我也要跑客户啊什么的。有一回我那个单，我付出了好长时间的辛苦，马上这个客户就要谈成了，我就顺势说了一句，我说那个要不我请您吃个饭吧，我这客户是个异性，人家也同意了，结果在饭店就撞见他了，他二话不说就跑到我们饭桌上去闹。当然我真的很生气，我真的不知道那个是他的客户，还给人家夹菜，我就特别受不了。他是我客户啊，我给人夹菜倒酒，那怎么了？那不很正常的社交吗？那在饭店里啊，真不理解。我能理解你，我更能理解他啊。你们接着再往下说。结果导致我这个单也失败了，客户也白谈了，所有的一切都付诸东流了。好多的事情的点点滴滴，本来从一开始的我真的是无所谓，变成了今天这样的，我特别的受不了，真的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意、我的生活、我的朋友。我觉得我都已经让他给我整的有的时候都会神经。你们俩有共同的朋友吗？肯定有共同的朋友。知道你们俩现在这个状态吗？知道，而且这一点也是让我特别接受不了的。他喜欢跟别人去叙述我俩的这些事儿，导致朋友们别管人家怎么想，都会来问问我，哎，你们怎么了？你们怎么了？我不想跟所有人去解释我的感情。因为我说不明白，只好找他的那些朋友去说我们的事儿，然后可能说的时候过于夸大了吧。我只想是借助我朋友的口，让他可以了解到他在我心中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伤害。行，问几个问题，你跟他未来是怎么规划的？这个真的没有太想，所以其实就没有想过未来吗？是，对吧？是。你有想过未来吗？刚在一起的时候肯定都会去想，但是现在我们俩这个状态，我已经不敢想了。其实说白了就是这样嘛。我说我都理解是在于什么地方，就是女生那场恋爱谈的完全是一个叫高兴就好的恋爱，在很多点上面，为什么说我能理解她，我同时也能理解您呢？他的思维就是我们相爱就应该腻在一起，对吧？对。您经历过了太多的事情了，到这个岁数了，你明白爱是要保持距离的，这哪有什么对错？没有对错嘛。但是在这个里面叙述了那么多的事情之后，我觉得他在您的心目里面没有分量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如果他在您的心目当中是真有分量的，他做了一个手机壳，您嫌那个照片丑，
您要真有心，您不就拿着你认为漂亮的照片再去做2个手机壳，给他一个给你一个吗？以您经商的智慧为客户的情商，做这点事儿不难吧？不至于弄得鸡飞狗跳吧？所以你心里没有他，而且我这么听起来，跟前男友基本就是在联系啊。不仅跟前男友在联系，跟前男友的现女友还认识，那是哪个男人不生气呢？别说他一个23岁的了，就一32岁的听到以后心里也会不舒服吧。因为最简单的逻辑是，你们就没有彻底的失联过，应该保持在一定频率的联系上，才有可能今天我要去买一个礼物叫你来你就去，对不对？而且你还认识他的现女友，这是最可怕的。对啊，你们成年人你们玩得很好，我们只有23岁啊，我们就偏下，我们理解不了啊，所以你并不在乎他。再比如说，你知道这个男生是什么德行，你不知道他在家里给你布置东西吗？我不信你不知道，你稍微上点心你都知道怎么回事儿，因为你们谈了恋爱，他强调说让你早点回来，就一定是有什么安排。这不是小男生吗？他这么小的东西你不知道吗？你打小看着他长大，你不了解他，那你怎么会跟朋友一直玩到那么晚才回去呢？你压根儿也没在乎他的感受。所以我说你们俩我都理解，但是谈不上对错。同一件事情我说你也一样的，你不知道你跟一个37岁的人在谈恋爱啊，人家阅尽了人间沧桑了，你拿这个要求来跟人谈恋爱，你谈得了吗？怎么了？人家就认为说我37岁我要有我的社交圈，我不想跟你腻在一起，不可以啊？可以。我就认为跟前男友联系没什么，你为什么非要跟我较劲啊？所以你说怎么说？因此人家说姐弟恋这件事儿，姐姐要有特别大的胸怀，弟弟要有一个快速成长的空间。